Hello，大家好，这里是松说新语。出大事了，马普索呀，锤 LK99 的论文在 APL 发表了，这绝对是一篇 G 的论文。那知乎上呢，默默他们已经登了这个消息，我也查看了这个论文，确实是非常 G 的一篇论文。他就认为 LK99 的原作者李世培他们，你们就是搞错了，你们就是把硫化亚铜相变那个东西当成超导了而且呢，在最后是非常肯定的，我做出了这个单晶的 LK99，它只有弱的铁磁性甚至连抗磁性都没有。所以这里边呢，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论文的意义呢，其实并不太大，但是能通过同行评议能在 APL 上发表，就说明现在什么呢？主流的这个超导界的观点就是这样的。那到底李世培的论文是否在 LK99 这个在 APL 上再审或者是否能发表，这确实还是个未知数，也可能在别的期刊发表，也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呢，这篇论文先发表，哎呀，这个让人感觉到还是怪怪的。我觉得这篇论文其实是应该说是中科院物理所那篇论文的一个翻版一样，虽然双方合成的东西有点差异，但是提出的观点差不多的。我觉得这篇论文实际上还没有阿瓦纳那篇论文，就印度那篇论文更有意义我不是说因为印度那篇论文人家导或者是中性，而是因为印度那篇论文呢，他提出了硫化亚铜那个疑问，他认为硫化亚铜不太可能起到那个作用。和马普索这边论文呢，硫化亚铜的比例好像是 5% 没超过。阿瓦纳印度那篇论文呢是 1.5%。但是不管怎么说呢，马普索这篇论文是彻底堵死了 LK99 是室温超导的可能就是认为你搞错了你水平不够，你还得看我们的几十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我们所里边呢，是吧？但是这里边这个我觉得怪的原因是什么呢？你想想，这个 LK99 发的是语音版，对吧？在 Archive 上发表的。这么一个号称的颠覆性创新的论文发了之后呢，大家都在 comment 是吧？几十篇上百篇的论文也都是在预印版上发表你争我夺你来我往，结果呢，马普索直接这不叫一言不合就不讲武德，直接上顶刊上来锤你来了。这个事让我觉得确实有点怪怪的，有点不能叫不讲武德吧，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哈。因为比如说迪亚兹那篇论文这个南京大学文海虎教授锤迪亚兹那篇论文，那是在迪亚兹那篇论文在 Nature 发表了是吧？但是虽然后边撤稿了，毕竟在正刊发表了，然后你在正刊上再锤，这也算能对上。但是呢，人家是 Archive 上一篇论文，你上 APL 上直接来锤，所以这个事就当然我觉得有点怪怪的你反驳的文章就是这么自信然后呢，确实就是基于李世培那篇论文来讨论的我不管你有没有什么能导的样品，就这篇论文我吹你我是没错的，所以也就通过了同行评议。因为 LK99 早期的这篇论文确实是漏洞很多的大家都在锤这篇论文，但是呢，那锤这篇论文里边呢，之前在别的杂志上也有发表的在其他 ACS 上有发表的，但是在 APL 上发这个论文这还是第一次。所以呢，不管怎么说呢，这就是学术界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竞争激烈，大家都争先发声，表明自己立场。如果原始的研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是 LK99 它确实是导，那么马普索的这个反驳文章就会非常的尴尬，就跟 Nature 上早早的预言的那篇综述一样的道理。这就是学术界比较复杂的这种学术竞争内卷厉害的这个状况。所以呢，我们还得拭目以待，看原始研究它能不能发表我觉得现在直接断言就是G了，还为时过早。我的看法还是基本的人性那就是如果这个所谓颠覆性的创新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的话，那么原始论文的作者如果公布了 know how 是吧，那全世界都会知道他的方法，如果他不公布，那别人就不能复现，所以各种反驳和质疑就会不断，所以马普索就会锤他。但是如果这个创新成立的话呢，那等于这个潜心研究的这个传统的技术的那些人，那些科研院所很多的工作就变得不能说毫无价值吧，就变得茫然了，我干啥呀，是吧？这就是个两难的局面所以这个李世培里面有没有 know how 有没有 details， 我认为是有的
那么有多大比例呢？我觉得超过一半的比例，还是原来的观点啊。其他研究者无法复现，就只能提出质疑。所以现在锤理事杯是一个常态，但是现在锤到顶刊上了，这在后边可能还会不停的发生。那理事杯会公布它的 detail， 放弃它的商业价值吗？我觉得不会，都到现在了，是吧？所以呢，对于原作者对 LK99 来说，在权衡学术价值和商业利益之间做个平衡是非常难的。实际上还是对现在的这个专利保护各方面他不信任这种学术诚信这种开放态度和智慧财产的这个保护它是冲突的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如果其他国家攻克了这个李世培的这个原始论文里边的 know how， 或者另辟蹊径，是吧？在这篇论文的影响下呢，也通过其他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那其他国家科学家在公布论文的时候，又面临了和李世培一样的这个难题：我是否公布我自己的这个 detail， 我的这个 know how如果我不公布，就相当于又是一篇没法复现验证的论文。如果你公开细节，你都等于放弃了你的商业价值，让更多的竞争者进入。不公开细节呢，你就难以被验证，你就要被锤。所以这个事儿吧，看起来，是个很难的问题有意思就在这儿。所以我们盯这 LK99 的话题就看这意思。你要拿一言假的这个观点来看这个事儿，那就没有什么可聊的了。这绝对不是一言假的问题。而马普索人家说的假是基于 LK99 那个论文，因为马普索做的那个东西它根本就是一个弱铁磁性的，它连抗磁性就没做出来，都没有。但是单晶嘛，但是 LK99 里边人家原论文说的是多晶的，是吧？所以现在呢，马普索论文里边说的呢，就磁化力显示呢是有这个磁响应，但是呢符合这个非磁性绝缘体的这个预期。另外观察到了小的这个磁性组合成分。那在马普索里边关于磁性这块他是这么说的，那么他没有提抗磁性没有论文里面就没有提他们没做出抗磁性来，只是证明这个样品不具有超导性那么抗磁性的大小也不是这篇论文研究的重点。那么他是怎么讲这个铁磁性的呢？他是说呢，这个铜离子它是有一个不完整填满的这个低电子层，它存在这个轨道能量相同的情况，就是简并。那减少能量呢，这些简并轨道呢就会发生扭曲，从而使这个晶格结构发生奇变。这种奇变就破坏了晶体的对称性。那相邻的铜离子之间，因为这个奇变，这个跃迁电子能量也发生变化，就导致了它的这个交用方式发生变化。原本可能是完全这个反平行的这个反铁磁排列，现在可能呢会稍微倾斜，产生一个小小的静磁矩。简单来说呢，就是铜离子本身它的量子效应导致了晶格奇变，而这个接着就改变了铜离子间的这个磁性排列，就出现了较弱的铁磁性。这就是马普索论文里边铁磁性的来源。所以这个过程呢是比较复杂和抽象的，但是人家压根就没提抗磁性。所以和目前咱们国内说牛建渣也好戴博士也好还有其他的我们那个浮现群里边包括一些民间爱好者烧出来的抗磁性都不是一样的东西人家马普索压根就没讨论抗磁性，我们这个玩意儿就不抗磁所以我才说其实这个论文容易通过，简单什么呢？我提到的东西越少越容易通过同行评议。你里边提到的越有争议的东西多了，越难弄。而 LK99 论文恰恰是这样，他提出了很多新的这种性质，所以这种各种各样的新的性质都需要一个一个的来得到验证，就难了。而人家马普索论文直接说你这是有弱铁磁性，你就不是超导，这就过了。马普索这个论文其实就是对硫化亚铜像里边的和中科院物理所的论文几乎是说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边呢，我觉得就是说里边这个扁平能带，马普索承认是有的，但是这个扁平能带和超导之间的关系，他们并没有详细说。第二个呢，就是硫化亚铜的杂质像，但实际上在 LK99 人家论文里边说的东西和马普索烧出来的东西，就是他那个样品应该是就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不一样的东西的话，你就没法在一块比了。但是我觉得吧，硫化亚铜和
LK99它倒不倒没有充分必要关系，哎，就是这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你麻普所烧出来的东西和 LK99他们自己声称那个样品不是一样东西，就是各说各话，就这么回事。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硫化亚酮有相变和 LK99有超导，它之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没什么关系。所以无论是阿瓦纳还是马普索，他论文对硫化亚酮的描述都不会影响那个未知点。那个未知点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我觉得大概率是有啊，就这么回事。那再一个呢，就是又回到我们前面说的，李世培只是发了预印本是吧？马普索呢，人家发了正式论文来锤 LK99。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马普索的论文具有更高的影响力或地位。前面不是说了吗？你锤的这个地方具有主动性的，而最早发论文的人是具有手势的。这个说开个玩笑啊，就是说在这个企业报价的时候，比如说投标报价的时候就有这个情况。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最早把报价放上去呢？因为总有人泄密啊，你最早报的那个价格很快就露出来了，然后很快就透露出来了，第二家报的价格可能就比你第一家低一点或者更有竞争性，所以大家都想把报价的时间放到 deadline 前面一点。我觉得和那个道理其实是一样的。那你先发论文的肯定是有各种各样漏洞被别人锤是吧？因为李世培先发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论述，所以呢这是一种正式的科研输出啊，不能因为是在 archive 上它就没有一点意义了，是吧？那同行评议啊，这些评论啊都是必须的，但是呢不等于说没有被评论的论文就毫无价值，对吧？所以呢还要看最后的结果，看谁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那讲到这儿啊，大家可能会想，我们是不是高估了李世培？他可能就是一个做实验很厉害的这么一个科研工作者，但是呢，他论文水平并不够，他紧跟现在超导研究技术的这个能力也不够，所以呢，他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金贤卓也没有发现，然后呢，全英完也没有发现，所以整个这个论文的参与者他们都不知道硫化亚酮能起到这个作用，就这个点你觉得可能吗？我还是觉得无论马普索这个论文它体现了多么的倒，它依然是基于第一篇 LK99 漏洞百出的论文做的反驳，所以在顶刊发表通过了同行评议，因为人家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你这篇论文的问题我来反，而至于那个抗磁5000多倍的样品，人家照这个论文压根就做不出来，所以马普索呢也无从谈起这个事儿。所以呢，马普索谈的事儿和我们所说的 LK99 它不是一样东西，所以记还是导，它们之间没有关联啊。这就是今天我对马普索这个论文的看法。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